刚刚那个在跟楼上刘老师沟通的时候，老师也在提到说，楼下有一位夏老师是生活美食家啊，所以我们特别好奇啊，过来看一看。因为进到这个房间之后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厨房。进来之后更好奇了，完全没有见过这个一个设置，然后感到非常的惊奇，也非常好奇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坐到夏老师的餐厅里边，跟夏老师聊聊这个他为什么选择这种生活。然后我也很好奇他的职业到底是什么。对，好，可以。夏老师，您介绍一下你这个算是一个工作室，美食工作室。对，这是我的美食，这是我跟我爱人的美食工作室。对，我在这边，我呢工作呢就是负责这个餐厅的整体顾问，就是餐厅的前期的筹备啊，包括菜单啊，整个餐厅，就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开餐厅前期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环节吧。对，就像一个给餐厅的咨询公司，对，一个个人的咨询公司。对，我帮他来弄，从设计，从出品，团队都帮他做。对，而且呢，我爱人是从事这个美食摄影。对，美食摄影。对，所以我们俩一般都是搭档做一些工作。非常合适。然后我看您这个厨房也非常震撼，这个。就是厨房，因为我就选择来宋庄，因为我想要一个大厨房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理由。对，因为宋庄的这个空间会比较大，是我想象中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嘛，完事我把它来改造一个适合我工作和生活的那么一个地方。因为夏老师看起来呢，说实话，我第一眼看那个时候感觉像画家。以为是画家。对，厨师家气质很明显。是，厨师没有当我这样的。对，我这是比较一个另类。那您以前的工作就是一直是跟美食有关系是吧？对，没有，我以前是最早是在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工作。对，就出于对美食的热爱，转行从事了这个美食的这个工作。对，就从烹饪爱好者。所谓的美食达人，陆续的开始从事专业性的东西，对，陆续的开始走专业这一步。就是因为爱好才选择了宋庄，做了这么一个，是吧？对，因为爱好选择这个行业，而这个行业呢，又选择了在宋庄，因为我首先找一个大空间，对，说白了租金便宜，对，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这第一个道理，第二道理就是选择我为什么没选择小铺，选择在人庄，是因为我们这个村比较安静。二一个呢，就这个。村民住了以后，发现村民比较多，就有一些自己种的一些瓜果梨桃什么的蔬菜，所以呢，我们对于我这种从业者来说，就是比较方便一比较方便，二一个可以更近距离的接触到这个新鲜的食材，新鲜的东西。对，就所谓的当初什么就很土的一句话叫什么从农场到餐桌。对，我其实现在过的就这样生活嘛，只是不是我种，是由村里的大爷大妈种。您也研发菜品吗？还是对，研发菜品。对，就是一个餐厅，假如需要做一个什么一系列的东西，他给到我来给他出品，完了培训厨师做一个东西。怎么逐渐接触到自己做呢？从吃跟做还是挺大的一个区别的吧？做是从小就喜欢做，对，从小就喜欢做，而呢，工作的原因，这个大学毕业工作的工资非常低的嘛，就是。为了节约，那会儿没有去餐厅，其实消费很高的，就是开始做去省点钱嘛，就很简单，就开始自己回到租的房子里做饭啊，陆续做的多了，就对这东西就感兴趣了。我也有这个爱好，但是没这么专业啊，我也喜欢做，喜欢吃。对，其实做饭的东西大家都在做，对，都在做呢。就是说这东西你做，你看你对这东西的。想精进的态度有多高？对，可能大家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对，有的人可能不想花大功夫去研究一个东西该怎么做，对，可能我更想把这东西做好，对，做的更想要是我吃的那个东西，就爱上了这行，很简单，其实就还馋，简单那个道理，都是馋。对，馋是很大一个动力啊。对呀，你得馋和懒不是人类社会推动人类社会进步。对，主要因为馋才爱了这行，对。人懒才有自动化呀，这些乱七八糟。对。就是接下来的这个，比如说你的规划里面，就以这个为事业，做一个自己的事业呗。对，这就是我的事业，对，奋斗为之奋斗终生的。对，去帮一些投资人啊或集团孵化一些餐厅啊。对，很有意思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行业。
我没接触过。对，就是我跟宋庄大部分人做的都不一样，宋庄都是艺术家，都是画画的偏多，做雕塑的。我当初来其实从事艺术之外的行业的人更少。当初我进来的时候，除了村民就是艺术家那时候。对，就是好多人把我误认为艺术家，但这东西就是他们说的，我也没有必要去给你解释我是干什么的，对，也不重要。那你哪年来的宋庄啊？我是15年，来就直接来到这个地方了吗？是在我们村儿的这种民房，就是就村里的房子那种，就是小院儿，就在前面这个村里边是吧？对，前面村小院儿住呢，以后呢，就那个小院儿的氛围就不太适合我想要的，对，就是说可能住一住，就是刚搬进去还挺新鲜的，住一小院儿，觉得挺好的，但住习惯可能就是想要一个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的厨房，才有一个做饭的一个动力，所以就把那个找了一个合适的搬过来。您那个客户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餐厅？是一些很有特色的这种餐厅啊，还是说就做自己菜的，还是他比如说川菜馆或者是什么菜馆，还是说自己家里的那种小的一个？我的客户一般都是对于餐厅或对于菜品是有一定要求的，品质要求很高的，就不是说我帮他组建一个小的餐厅。对，首先他可能花了很大的资金来投入到这个店，要不可能去找一个餐厅顾问给他去顾问这东西。就有人觉得开餐厅很简单，对，我拿钱，我找厨师给我做菜就行了。但是就是这样的是可以做的，很多行业都这么做。但是你要想你的投资人或你老板，你想要你餐厅往什么方向发展，你想要的是什么东西？对，我来给他强化这个东西，我来给他提升，对，提升强化，少走一些弯路，对，跟别人做的不一样，更能经受住市场的这个考验。对，很简单，在这种同行业餐饮这么发达的今天，就能脱颖而出啊，对，可以这么讲。我看你的图片大部分都是以西餐为主啊。这个就西餐拍出来好看一点，对我对，主要是我中西餐、中西餐、日餐都做，对，因为我日餐也做，日餐也做，对，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厨师出身的背景的一个从业者，我这样的我可以拓宽很多思路，跟传统的还是有很大区别。是不是餐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？因为像前期的规划呀、投资啊、选址啊这些，还有这个运营啊，其实那个是一个更重要的一部分。对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你餐厅的定位很重要，这是一个做餐厅的一个基础。对，定位，对，你要搁好定位，完来去丰富它的内容。那您最早来宋庄是因为什么？是谁的原因？是有朋友吗？有朋友，也是画家。对，也是我们一个餐饮从业者，对。就是他来更早来到这，因为他的朋友是艺术家。明白。对，完事我们来了以后说找房子就借住在他家，所以就觉得还不错，喜欢上这种氛围了。租金又便宜，对，当年租金便宜，比市区便宜好多。那是。对，房子又大，所以选择住在。因为我们就是进城的概率比较低，对，没有太多的时间成本耗费到就是这个进城的路上，就叫有活儿就去干活儿，没有活儿还是在公司待着。对，适合自由一点的职业或者创业。对，说白了，这个宋庄当年的交通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发达，对，所以就选择相对来说安静，更适合这种，就我们俩都不太喜欢特别热闹的这种东西，喜欢安静，喜欢这种。所以也不适合自己去经营一家餐厅。对，因为我是一个昨天我们还聊一个事儿，人来人往，为什么不开？对，我就是我个性是喜欢去做餐厅，去创造餐厅，这个可以就往大了讲，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作品，对，因为餐厅其实好多人意义上，把做出来菜也有比成是艺术品，因为你现在大家所谓的艺术品就是我能挂着，我能留着，我能收藏，我有价值。但你菜，对，只是说传统上的艺术品，对。但是我们这东西，你做完了，你把它吃掉了，变成一个干净的盘子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个艺术品，对。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作品去呈现给客人。对，就可能大家对于理解上一般，可以往大了讲，往通俗的讲，就是被社会认可，觉得好吃就行了。对。所以就是因为开餐厅，还是说实话，自己要经营餐厅还是很累的。
因为细节很多。对，因为就是经营餐厅是对需要你守住一个店，你去投入更大的精力去经营它。而我的性格就喜欢去菜品研发。对，在中国就是各个城市去开店啊，去等会儿。没事，咖啡机啊，在中国去开店去做知识，我呢我的性格也喜欢玩儿，就体验到当地的东西。二一个，对我接下来对我的这个美食知识的积累啊、见解也会增长很多，所以这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。不拘泥于一家店。对，不拘泥一家店，不拘泥于一种餐的形式。对，我可以开各种门类的东西，只要我觉得好玩，你把 case 给到我，我来去想一些东西，把点子加进去就 OK 了。这是真是我的梦想。说实话，我当时也想过，我说我也喜欢做西餐，做日料。不光做中餐，有时候你把这种菜系融合起来，你才能创造出更好的是吧菜品。对，就是这种，就是现在的餐其实，没有。就是意义上定义为是哪个餐，大家所谓的创意餐饮都是在玩一些好玩的东西，对，因为我们不是做传统餐饮的，传统餐饮呢你就给到那种老字号做，他永远做的传统餐饮，就是百年老店，对。但你新开餐饮，你是给年轻人开的，你是给什么人开的，你就要针对这样的人做一些菜，所谓的更世界的菜，你要知道世界流行趋势是什么，对，其实做菜也要看世界流行趋势，就跟艺术其实都一样的，相通的，对。其实大家都是相通的，做的东西。饮食文化嘛。对，其实你觉得这个饮食就是很基础，其实你往大了讲都可以讲。对，是的。你身上那个鱼是真实存在的鱼类吗？对，这个是布罗菲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一个金木雕，对，完事儿呢，这就有一个插画，就是一个纹身师帮我做的。那一条呢？啊，这条是条飞鱼，是一个食材，就我的这纹身可能跟食材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。啊，也有，这个胳膊想做成还没做完呢，就是还在做。对，皮皮虾上面是吧？这是一条龙虾，对，就是想做一个跟工作相关的一种东西嘛，对，你包括可能我放的东西都是一些食材类的，对，对，可能我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这些东西。像您这个行业，就是做相同，也不是说行业吧，就做您相同工作的人多吗？不太多，对，不太多。反正我是没有接触过，我也没有。对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就像我这种，一般有的人就是很分类，就是我中餐的部分，我就给你做中餐的部分，主要他不会去跨西餐。就你像我，对，都可以来做，来提升我根据团队来去把菜品进行调整，发挥这个厨师最大的这个作用。对。但你们岂不是要吃很多？就尝很多东西。我也是一样人。会做你得吃过，首先。对，吃是第一步。对，像我们这个行业基本上就是在吃，要不就是在吃的路上。对。那不是你个人比较倾向于，比如当然对我们来说，美食是没有国界的，更没有这个口味之别啊。我是吃什么东西好吃，我觉得。但您个人有没有偏好喜好？比如说日本菜、中国菜、印度菜、欧洲的还是什么的这种？对，我对日本菜的这个喜好度更偏大一点。对。就喜欢那些生的东西是吧？就是不是新鲜的。不，就是鱼生，只是说日本料理的其中一小部分，对。是。就其实还有更多的东西，日本人做的西餐，日本做的法餐，做的意大利菜，都很棒的。对，在世界上都是很流行的。对，因为日本餐饮是挺厉害的。对，因为每年都会去2-3次日本去吃东西啊，要么就买一些餐具啊回来，因为每次去都是我和我老婆4个箱子装满回来。每次去选一个城市，对，选城市干什么呢？就是吃，去逛这个厨具市场，要么就对，一般就。这是你梦想的旅行是吧？不是，我去年我也是每年日本我是必去的，每年我去。对。我先去福冈、大阪，那之前去东京什么，我也是吃。但是我吃呢就吃日料哈，我倒没有像夏老师这个，比如说尝尝他们的其他的一些东西。就是我们其实你看你们旅游，你们不带工作性质的旅游去吃，其实很轻松的。其实更多是旅游。你看我们去吃，你带着这种就是去学习、就是任务的态度去吃，你反而很累的。这个每次都是我说，你们别觉得我们去玩，大家看朋友圈发的可开心，一天吃好几顿，那胃也受不了。第一，第二就是说，你就这么短时间，你肯定想多吃，你能吃4顿，你不吃3顿，很简单一个道理。
但你吃呢，其实你吃的过程中，你要去想它这东西是为什么这么做的。对，这个就是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这个问题吧，就你要专注某一行，你都会去看你相应的这些东西嘛。那我们只是吃，但吃你要是给它上升到工作的话，那就是特别累的一件事。对，我曾经一天吃了4家拉面店，对，连续吃了11家，对，就为了尝这个面区别。对，就去福冈吃拉面，我老婆就吃，因为我在西安做了一个面馆嘛，所以就是突然对面感兴趣，我就吃拉面，不停的吃各种口味拉面，对，所以我还背回来各种口味拉面，对，所以就是干过这事儿。其实把这就变成工作以后，你觉得特别累，你们想象不到的那种累，你知道吗？就你吃你还要想，特别累。我不怕累。你刚开始那个问题跟我一样，后来这个跑偏了。我也想问这个是不是吃很多东西？我的问题是吃过的比较奇怪的东西有什么？奇怪的东西啊，或者是超级难吃的东西。对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东西，就我要能点，我肯定就能吃了它。有你看着都点不下去的餐吗？看不下去的啊，点不下去，就是那种野生动物我一般都不碰。这不是说唱高调，那个我是都不碰的。对，因为我都今年之后也碰不着了。对，碰不着，但我不碰那个东西。对，一呢，这个东西没有对我的这个专业上有什么帮助。对。而且动物确实也不好吃。对，二一个呢，其实说白了，这些家禽啊，这些鱼类啊，就够你做的了，就够你做一辈子的东西。你碰那东西没有什么食材在我面前，那它这个食材就是存在的意义，就是给送到人类的餐桌上。对，我要更尊敬的去把它做好，不浪费它的这个本身它的价值，就 OK 了，我就给它完成最大的使命了。所以就好多人，你每天做这个东西，对我来说这就是个食材，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。对。那您怎么界定？您就是比如说您刚才定位，比如说是饮食顾问，或者说美食顾问，就是基本上定位是把自己的这个就是工作属性定位成这个方向，就没有一个专业的词语，比如让服装师啊、画家。没有这个词，可能就我把它定义出来的了。对，因为很少人像我这种专门的给餐厅做顾问的。对，因为餐厅他会做一些怎么找一些什么营销的顾问啊，对，或者是经营啊这方面，或者是菜品顾问啊，有菜品顾问，就单独的菜品顾问，他不会像我这种从组建到运营我都帮他做的。对，就是您之前也是开过餐厅有过经验的。对，一是开过餐厅有经验，二一个就是我的资源啊，我的这个对于世界饮食的理解啊，就可以比较深刻。对，就还是觉得我是适合市场的，就市场给我的回馈也是比较好的。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？就是您参与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餐厅啊？我这么说啊，我18年在西安做了一个创意面馆。创意面啊。在西安一个面条之都，对，竞争力非常大呀。平均人均10块的面馆，我给它做到了人均30，我做到了第一，大众点评排名第一。哇！完事儿呢，我在成都做了一家西餐厅，西班牙菜为主的，这个现在的排名是第2。对，所以就是我会想一些好玩的东西到入餐厅里。就反正你觉得不能成功的点，但我觉得我 OK 的。对，其实我没有说去像我说这两个，一个面馆，一个很中餐的，一个西班牙菜，一个很西餐的东西。对，我还是受到了市场的认可，所以呢，投资人呢也对这个东西还是觉得很满意的，这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基础吧。对。明白。那您觉着，比如说在北京也好，或者宋庄当然有很多美食餐厅啊，有很多有特色的餐厅你有没有比较喜欢去的或者？我是这样的，我呢就是我刚来宋庄的时候会去几家餐厅吃，就是吃就那么几家餐厅，但有好多餐厅啊，因为我觉得那餐厅爱吃就那么几家。不，就一年也就去那么个2、3回吧，要不就约朋友，要不怎么的，就是我很少在宋庄来吃。这说白，宋庄吃的最多的可能是
可能是很街边的那种馆子。哦，那所谓的中央的餐厅，我基本上不去吃。就是对，因为我觉得大型餐厅不太爱去是吧？啊，对，我吃过几回，就是差强，哎，不是差强人意，现在变成差强人意这词儿现在不对了，对，差强人意表示比较满意了是吧？就是对，就是我觉得一般，对，就没有太喜欢的啊。对，可能我自己做的比较多一点儿，对，已经看不上了，基本上这个口味提升了以后，确实是看不了。啊，对，有的做的东西可能不符合我的口味儿，莫不如我自己做呢。明白。对，就除非可能我有点懒了，可能说。行，那就谢谢没事啊，今天谢谢特别好玩儿，以后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职业啊，对，一个是吧？一个热爱生活的美男子，对，谢谢。